还有什么不爽？这不是原本计划。兄弟，不要吵了，我们是朋友，永远的兄弟，对吗？我现在上一下厕所，不准再吵，知道吗 ？OK？ 警察，快跑！喂，站住！左渠道，警察，站住！警察，别跑！警察，别跑！Sir，抢劫案的受害人在那里，他叫 Fiona Young，SG Longlander 经理。嫌犯有几个？有3个。样貌呢？他们戴手术口罩，穿黑色长袖衬衫和牛仔裤。受害人说可能是印度人。有任何明显特征吗？一个头发蓝色，另一个头发绿色。绿色头发嫌犯拿一把刀。已经通知了 POCC 他们的样貌，也发出监视信息。好的，他们总共抢走了多少钱？是现金48000元。好，谢谢。伟成，到案发现场查一下，看嫌犯是否留下任何线索。好的。Jesse，带警员仔细搜查附近地区。劫案刚发生，可能有人看到跟嫌犯样貌相似的人，尤其他们的蓝发和绿发。好的。嗨，米西亚，我是高级调查员摩哈马伊万，来自金文泰警署，请告诉我抢劫细节。案发时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。当时几点呢？大约下午4点钟。嗨，欢迎来到 SG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听到吗？把钱丢进袋子里，快点！去把门，万一有人进来，去！快点！更多！钱在这里了。打开抽屉，打开！里面的保险箱有没有钱在里面？有。走。打开保险箱。我们走，快走！他怎么办？把他留在里面。不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啊！他们离开几分钟后，我同事开完会回到公司，他打开门让我出来，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我想有一名劫匪早些时候大约中午12点来过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告诉警方，所有劫匪都戴上口罩。那个没有染发的劫匪，我看到他黑色衬衫里穿着一件黄黑色条纹的足球运动衣。你看，就是这件球衣，我想他是其中一个。我们要把衬衫扔掉。那么那把刀呢？我们暂时收着，以防万一。抢了多少钱？跟你计划的一样，有50万元吗？50万块钱，我很肯定少过10万块钱。少过？我们怎么能逃到印度过皇帝的生活？这么少钱？是咯，卡蒂，你说计划万无一失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找人帮忙。
阿润，我们抢劫了借贷公司。什么？我不是一个人在家。等一下。嗨，这是伟成，有线索吗？ POCC 查到嫌犯的行踪。Hello， 调查员 Jesse， 这里是 POCC。嫌犯的逃跑路线被多个警方电眼拍到，有个电眼拍到3名嫌犯从案发地点跑向金文泰公园，另一个警方电眼拍到他们上了一辆私照车。虽然他们的衣着不同，但从头发颜色来看，应该是相同的嫌犯。 他们在途中把黑色衬衫扔掉，伟成，派人去找被扔掉的东西。叶嫂，你通过私照车的车牌号码查到线索吗？查到私照车公司是 Super Ride， 他们确认预定行程的顾客是多勋达 Seguran。他在数据库里吗？不在，从 Super Ride 的乘客注册中得到他的电话号码。我们等电信公司提供资料。土勋大订私照车去哪里？到红山的这座政府组屋。 但是这3名嫌犯在5分钟后下来时，却有第4名男子陪同。所以可以假设他们有个同谋。有没有查到他们过后去了哪里？我们还在查附近多个警方电眼的录像。我们扩大搜索范围。Jesse， 把资料发给所有警署，希望有人知道嫌犯的身份。 只有48000元，这么少，都不够我们逃到罗佛新山去。够了，都成了定局。把刀子给我。为什么？我要销毁所有证据。谢了，阿润。兄弟，这是你的酬劳。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我们需要买一些新衣，还要有手机。玉郎警署回复我们了，他们认出蓝色头发的嫌犯，他是 Kartisano Staniraj， 有偷窃袭击的前科。卡蒂有一个同伙，就是绿色头发的嫌犯 Kodakuma Jeswan， 他也有袭击的前科。好，大家干得好。有第4名嫌犯资料吗？在红山一个警方电眼拍到4个嫌犯登上私照车的画面。 我们查到这个同伙是 Aruna Salam Son of Kanan， 他用自己的手机来订车。红山之后，他们去了哪里？你们一定没想到，直罗布兰雅这个墓地。接着，大约30分钟后，阿润预定另一辆私照车去2个地方。第一站回到红山同一座祖屋。警方监视那祖屋，阿润在里面。另外3名嫌犯去了哪里呢？第2站，小印度的笛声巷闪段。 嗨，我是调查员伟成，来自金文泰警署。我们在调查一起案件。你见过这些男子吗？见过，他们买了3台手机，好像在半个小时前。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闭路电视录像吗？行，有不同的摄像机对着店里和店外，你们看哪个？都看。好的，行。暂停。 嫌犯又换了他们的衣服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派人去找他们丢弃的衬衫。我们设法预测他们下来会去哪里，要抢先他们一步接受追逐。
Aruna Salam Sano Kanan？是的。请到外面来。我是金文泰警署高级调查员伊万，你涉嫌共谋持械抢劫而被逮捕，铐上。Sir， 阿润怎么说？他说自己没有参与这起抢劫案，只是帮他们把刀子扔到祖屋附近的垃圾桶里。我会派人搜寻刀子。阿润知道那些嫌犯去了哪里吗？他说不知道。你们查到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还在搜寻，目前一无所获。Hello， 怎样？好的，谢了。发现嫌犯的行踪了，我们走。这里东西好吃啊！呀，但我们没剩多少钱了。至少我们没有被警方抓住，对吗？跟你们说，我们要不断的走动，我们必须抢在警方之前行动。我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能一直逃下去。我会想办法，快吃吧。我们本来应该像皇帝一样生活。你填饱肚子了吗？你被抓到了吗？你还有什么不爽？这不是原本计划。兄弟，不要吵了，我们是朋友，永远的兄弟，对吗？我现在上一下厕所，不准再吵，知道吗 ？OK？警察，快跑！喂，站住！警察，站住！警察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警察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警察！卡德山 of Stanley Ranch。是。金文台警署调查员 Joshua， 你涉嫌共谋持械抢劫被逮捕，铐上。站住！站住！科达库马 Jeswan， 我是调查员伟成，来自金维泰警署。你涉嫌共谋持械抢劫，我们要逮捕你，铐上。站住！警察，站住！站住！警察！我是高级调查员伊万，我要寻找一名嫌犯乘坐的德士，他可能有武器。好的，知道了。POCC 联系了德士司机，他说把斗士塔载到地铁旁的树林。POCC 正在给我们准确的位置。图辛塔可能逃入树林。伟成，找支援搜查这地区。Jesse， 联络警犬组，请他们帮忙，尽快把嫌犯找出来。Yes sir。 Yes sir。嫌犯是 Tushinda Sagran， 我把他的照片发给你们了。他是今早发生的一起抢劫案中的嫌犯，嫌犯可能有武器，要小心行事。Yes sir。图勋他在树林待得越久，他受伤或逃走的风险就越高。杰士，你从 Super Ride 乘客资料拿到他的手机号码，对吗？是的。联系他。那。
土星的，我是金文泰警署的高级调查员伊万。听着，我们包围了整个树林，目前警员和警犬组在搜寻你，我们迟早都会找到你的。不要再逃了，出来自首吧。土星的，我们已经逮捕了你所有同伙，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，你已经没地方去了。马上出来自首吧。在你刚才看到的8年案件中，一名持有执照的放贷人被抢走了48000元。由于金文泰警署的警员工作勤奋，有坚定的决心，并同其他警队合作，因此在10小时内就破案，并逮捕所有嫌犯。警用摄像机或警方电眼自2012年推出以来，这类摄像机至今已协助侦查和解决了6000多起案件。除了侦查和破案外，警方电眼还加强了警察行动指挥中心的判断力和事件管理能力。投资骗局日益增加，在2022年，共有3108起投资诈骗案被举报，涉案金额高达1亿9830万元。但是，投资诈骗分子不会一开始就给你提供投资机会。他们会先跟你交朋友，并获得你的信任。取得你的信任后，他们会叫你以小额资金转账，以取得他们口中的高回报。随着时间，转账的金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。当受害人无法取回转账的款项时，他们这才惊觉自己受骗了。今天，哈尼要谈谈他碰上投资诈骗分子的经历。你是怎样认识那个骗子的？其实他来自一个社交应用程序，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。在约会应用程序碰到的第一个男人，结果他竟然是一个骗子。是的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件事怎么演变？最初他开始跟我聊天，然后就要求改变联络方式。哦，能给我 WhatsApp 号码吗？由于 WhatsApp 上的那个号码是个新加坡号码，所以我就不会有任何怀疑。那你有尝试约他见面吗？他先约我出去，然后他说我们去餐馆见个面，可以先做个朋友。我说可以，我们原本2星期后见面，但是永远不会相见。他在1星期内骗了我的钱。1个星期？是的。他赢得我的信任和一切，企图向我介绍一个投资应用程序之类的，我感到不自在，所以就拒绝了他，告诉他不想做投资。他试图说服我说你应该为家人着想，给他们更好的生活，这让我感到很内疚。他还利用我朋友，你应该向你的朋友借钱，过后才还他们。他设法让你内疚，用家人朋友做借口，基本上要获得你的信任。是的，所以这些都在1个星期内。对，真的非常非常短的时间。那你前后从朋友那里借了多少钱？我想借了将近4万元。那么你总共被骗了多少钱呢？损失了多少？总数是大约7万7千元。那么你已经还了多少钱？这些日子我已经还了1半的债务，但是还需要继续还钱。你家人知道这件事后怎么说？他们当然很震惊，但我认为他们都很体谅我，很支持我，希望我忘了这件事。他们说，忘掉失去的钱吧。就算要用很多年来还清这些钱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他们太贴心了。
Honey， 你也在其他平台上分享了你的亲身经历，那你为什么决定要跟其他人说出你的故事呢？当我决定分享这件事时，对我来说很困难，因为实际上我要回想起所有事情，我会很伤心。但我希望通过分享经历，让我更多朋友和亲人提高意识，保持警惕，因为任何人都能成为受害者。我跟朋友说这件事，很多人也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，他们也上当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以前被人骗过却没有说出来？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分享感到羞愧。我认为这是不对的。有时人们会觉得自己很笨，对，但有时骗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能够设计出这整个骗局，对吗？对。还有，我认为很多人都试图攻击和批评受害者，而不是骗子。任何人都可能被诈骗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，又是愿意自己亲身体验这一切的事情了，对吗？很感谢 Honey 说出你的经历，希望你一切顺利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还清所有债务。与此同时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要怎样保护自己，避免坠入投资骗局呢？3个简单的步骤能打击诈骗。首先，添加防诈应用程序。Scanshoot 应用持有一个与诈骗相关的黑名单号码数据库，以确定来电或短信是不是诈骗。如果投资诈骗者试图打电话给你，防诈应用就会自动屏蔽来电。其次是检查投资现页，有关现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，通常是骗局。我们应该要使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网站上列出的金融机构名录、代表名册和投资者警示名单等来源，核实公司和代表的凭证。最后，告诉当局你的家人和朋友有关的投资骗局。如果你怀疑自己陷入投资骗局，立刻通知警方。要寻求意见，请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反诈骗咨询热线，或浏览该网站。请记住，一起采取行动，打击诈骗，发现迹象，阻止罪案。这一集的绳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王伟璇助理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